观察的艺术，作者克里希那穆提 J. Krishnamurti。我告诉他或她，观察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不是告诉观察者如何观察，而是学习观察的艺术。没有任何扭曲，没有任何动机，没有任何目的，只是观察。在那里有极大的美丽，因为那样就没有扭曲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。但是如果你把它抽象成一个观念，然后通过这个观念观察，那就是扭曲了。因此我们只是自由的，没有任何扭曲因素地进入我们的观察一时，这样一时就开始揭示其全部，没有什么是隐藏的。这是因为内容是我们的伤痛、贪婪、嫉妒、幸福、信仰、意识形态等等，所有这些都是意识的混合物，过去的传统、现在的科学或事实传统等等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意识。观察它，不带任何思想的运动，思想已经将我们意识的所有内容建立起来。当思想来说这是对的，这是错的，这应该是那样的时候，你仍然在意识的领域内，你没有超越它。因此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思想的位置。思想在知识、技术等领域有自己的位置，但在人的心理结构中，思想根本就没有位置。当他这样做时，就开始混乱、矛盾，所有的斗争，形象就是你和另一个人，其他的都跟随着。所以艺术的意义就是把每件事情都放在它的正确位置，不是画家、雕塑家或海盗，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把每件事情放在它的正确位置，这就是艺术。所以你能否观察你的意识，并揭示它的内容，不是一点一滴滴，而是它完整的运动。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它，而不是通过我们所谓的分析。因为分析意味着分析者和被分析对象之间的分裂，时间问题的分裂。当你分析时，每次分析都必须完全完成。如果没有完全分析，那么分析的不完美将会传递到下一个分析中，不完美的情况会越来越多。就像练习钢琴，如果一直练习错误的音符，你就不会喜欢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探究。通过探究，你能否在不动眼睛的情况下观察到？因为眼睛对大脑有影响。当你让眼球完全静止时，观察变得非常清晰，因为大脑变得安静。你可以试着实践这个，这不是一个技巧，也不是为了得到更进一步的东西，就像去现一个古鲁学击招技术一样。这是一个可爱的故事，我必须告诉你。一个年轻人去现一个古鲁，一个老师，他说：请告诉我什么是真理，我到处寻找，没有人能告诉我，我来找你，请告诉我什么是真理。古鲁说：和我待在一起，跟随我。于是这个学生待了大约15年，观察他，学习他的一切。15年后，他说：天哪，我什么也没学到。于是他去找古鲁，说：对不起，你什么也没有教给我，我没有找到真理，我要离开你，去找别个古鲁。5年后，他回来了，说：我终于学到了。古鲁问他：你学到了什么？他说：你看那条河，我可以在河上行走，不需要船，不需要任何东西，我可以直接走在水上。古鲁说：你是可以那样子做，但是如果你用小船渡河呢？我认为你在接近任何古鲁时，
应该牢记这个故事。所以，你能够在没有任何思想干扰你观察的情况下进行观察吗？因此，当观察者意识觉知到自己观察的事物就是自己时，观察就能够不被思想的干扰所干扰。我的愤怒与我并不同，我就是愤怒、嫉妒等等。因此，观察者与被观察的事物之间没有区别，这是基本的真相，必须抓住。只有当你不费力的全面观察时，整个意识觉知才会逐渐显露出来。这意味住在这种完全的观察中，可以超越思想所构建的我们的意识、心。思想所创造的现实不是真实的，它只是思想的现实。